成为世界首富后，我回到了老家，站在送我爸的劳斯莱斯旁。我打电话给了他，想让他来接我的时候有个惊喜。结果，当我跟他开玩笑说出自己公司破产、债主追债、回家躲躲，42度的天，我等到深夜，大雨磅礴，也没有等到他看到自己的礼物。我冒雨自己回了家，没进门就感受到了嫂子的焦急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许跟那个扫把星说公公刚中了100万的事。妈妈说，女儿都是赔钱货，都没钱给我们了，回家干嘛？咋不让他死外面？我爸冷笑一声，这不是正好把他卖给村里的王瘸子，换点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抬手推开了门，正好看见了我嫂子站在玄关，抱着我送给她的一堆名牌包包，要往箱子里塞。她听到了动静，转头看到了我，你，谁让你回来的？嫂子脸色难看，眼神止不住的往摆满了箱子的客厅里瞟。我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脸色难看，你怎么这就回来了？这些年，我给我妈买了不少锦缎丝绸与珠宝首饰，可现在她却是穿了不知从哪淘出来的破旧衣服，和她那红光满面格格不入。我看了一眼我爸不满的眼神，反手将门关上，也将里面和外面停了劳斯莱斯的2个世界完全隔开。我爸起身，天气太热，小宝中暑了，我先带他去诊所看了看，刚想来接你，未了，他补了句，刚才听到啥了？无视我爸警惕的目光，我看向了那些行李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我话刚落，嫂子直接便是冷冷一笑，眼里满是对我的嘲讽。清理垃圾，清理垃圾。我眉头一皱，我爸走了过来，冲着我道，一回来就问东问西的，你这是要造反？嫂子立刻拱火，都破产了，还一副老板架子，给谁看啊？我没有说话，拉着行李往3楼走去。嫂子上前，在楼梯口拦住了我，家里还没有收拾好，你今晚去外面住吧。我刚买这套4层别墅的时候，1楼用餐待客休息，2楼不高，让我爸妈在住，3楼则是让哥哥一家3口，而4楼我是留给了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别墅可是我买的，你们居然让我去外面住？话音一落，嫂子就跟拔毛的鸡一样，尖锐地喊了起来，杨开瑞，注意你的口气，这房子难道不是你孝敬给我们的吗？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，孝敬给你们，所以就可以把我当成垃圾清理出去。我不想继续和他吵，一把推开他，先往3楼走去。反了，一个破产的扫把星还摆脸子给我看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嫂子在楼下大吼大叫，我则是推开了我哥的房门。从小哥哥就对我很好，夸我是家里的小棉袄。我想今天这一切应当没有他的意思吧。哥，今晚我住哪？我哥坐在床上，怀里抱着已经3岁的儿子。扫把星，滚出去！牙牙学语的小侄子直接破口而出，随后又指着我喊，卖了换钱，卖了换钱。话音刚落，我哥拍了一下小侄子的手，皱眉道，怎么跟你小姑说话的？小侄子哭了起来，嫂子和我爸妈冲了上来，嫂子嚷嚷道，干嘛呢？欺负我儿子干嘛？我没有理会，还是看向我哥，平静道，哥，今晚我住哪？嫂子继续嚷嚷，手都快指到了我脸上，爱住哪就住哪，赶紧给我滚！够了！哥哥吼了一句，又看向我，这样，今晚你先睡酒店，我给你订好的。为什么？我笑了起来，我自己的房子，我还不能自己住了。空气有些僵持，我哥看向我的眼神透露着莫名的意味。扫把星，扫把星，
小侄子满脸眼泪，萌萌的小脸里却继续吐着让人不欢喜的字眼。我妈一把抱起小侄子，嘴里却说：“小宝不哭。”奶奶就把他赶出去。哥哥继续看着我，嘴唇张开几次又合了回去。嫂子则是昂起头，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表情说不出的得意。不想再多言的我，转身拉着行李准备离开，结果我爸拦住了我：“等下，你想留下也可以，但有个条件，你30了都没有嫁人。你王叔人不错，彩礼我已经收了，你准备准备吧。”我直接气笑了：“您说的是那个52，瘸了一条腿，吃喝嫖赌都会的那个王叔吗？他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人不错了？您就是要卖女儿，也不是这么卖的吧？”我爸的脸色很不好看，死死地盯着我：“你都公司破产了，年纪还这么大，你还能咋挑？彩礼我已经收了，给小宝弄了首付，家里没钱还给人家，反正你不嫁也得嫁。”嫂子得意地看着我：“女人啊，迟早都是要嫁人的，而且这做生意的脑子不是谁都有的。”我气得发笑：“对，我是破产了，但是你们不是有钱吗？”话音刚落，嫂子脸色大变，她甩手大吼：“钱！家里1分钱都没有了，你不知道你那些债主找不到你，都上门讨债了吗？”我瞧着她笑：“是吗？那还真连累你们了呀。”就在昨天，新一轮的富豪榜出来，我以人工智能和航天应用的公司如黑马之姿，从一个小公司老板直接跃上了榜首，问鼎世界首富。现在的我炙手可热，想与我见面者如过江之鲫，源源不断。这样的我哪里来的债主？家里不是中了100万吗？咋就没有钱还了？我刚说完，嫂子立刻就炸了毛。我说：“你怎么就回家了？果然就是为了这100万来的。杨开瑞，你一个没把的赔钱货，这钱想都别想！”我爸也走到我面前，厉声呵斥：“你是不是公司破产，想拿这个钱来填补？”我哥脸色差到了极致：“小瑞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这钱能这么用吗？你根本就不会做生意。”我妈拉住我的手，捏得我身疼：“你现在就去王瘸子家，早嫁早省心。还有，我就把话撂这里了，那100万是留给小宝的，他姓杨，只有他能传宗接代。放开！”我甩开了我妈的手，看向这一家人：“因为我没钱，也不能给你们传宗接代，所以你们就不要我，要卖掉我。”我又指向我嫂子：“而他就因为给你们传宗接代了，所以就可以霸着我的房子，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出去。是谁让你没钱？谁让你是个女娃？”这话是我妈回的。我点点头，眼神从我爸、我哥，最后是得意的嫂子脸上划过。行，那我们就断绝关系吧，反正你杨家也有后了。我转身下楼，我爸来拦：“你敢走，我打折你腿！现在就给我去嫁给王瘸子！”我爸冷冷的话语彻响在我耳边，我将他推到了一旁。我哥又站了出来，伸手拦在了我的面前：“你也要拦我吗，哥？”我哥最终还是没有拦我。在我嫂子大喊大叫和爸妈的脸色铁青中，我出了门，直到坐上那辆本该送我爸的劳斯莱斯，他们都没有出门看我一眼。哪怕是通过窗户，或许也会发现，其实他们的女儿和妹妹那句破产跑路，始终只是句玩笑。晚上，我住进了刚买的顶级别墅。这一套别墅本来是准备送我哥的，和我爸的礼物一样。助理将我的行李搬了进去。临走前，我喊住了他：“听说你是北大法学院毕业的？”“是的，杨总。”助理看了我一眼，低头应道：“那我刚刚那套别墅以及之前赠与财物能拿回来吗？”显然，小姑娘很聪明，或许从一开始门口的对话后，她就料到了事情的后续。我刚问完，
他便回答了我。他说：“别墅写的是我名，这个很轻而易举，可以拿回来。但是赠与的物品，如果是给我爸妈的，是具有赡养赠与意义的，这个很难。而给我哥嫂的，如果他们没有将财物转移给其他人，根据民法658条是能够撤回的。”我直接告诉他，我哥嫂还没有聪明到那个地步，并且让他去办好这事。至于我爸妈的，就当是这些年生我养我的抚养费了。助理出去后，不知为何，我就像是心口被剜了一块，空落落的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被灌输要重视亲情，只有家人才是永远的靠山。毕业以后，我就开始拼命努力，只要有钱就会给家里买东买西，甚至在创业最困难、资金不足的情况下，在我爸妈说想一家人整整齐齐住一起后，斥巨资买下了他们现在住的别墅，也让我在创业之初每日平均睡觉不足3小时，才把摊子给撑起来。这次一跃成为首富后，我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终于很有钱了，而是我可以成为这个家的骄傲了，也可以将我家人的梦想一一实现了。可是他们现在不仅霸占了我的房子，更因为我一句破产跑路的玩笑话，要将我嫁给一个比我爸年龄还大的瘸子。我打开手机，看着财经报道上的一条条关于我的新闻，哭着哭着笑了，然后笑着笑着又哭了。劳斯莱斯顶级别墅，世界首富，只要他们看一眼外面的世界，不是满心如何想着将我的剩余价值榨干，是不是今天的一切都会不一样了？不过我不稀罕了，让早已雇佣好的米其林3星厨师给我煎了顶级牛排，又让世界模特大赛男女冠军给我铺床后，我躺在了倒满了82年拉菲的浴缸里，美美的泡了一个澡。首富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。就这样，我平静地休息了1周。就在海世芬集团董事们听说我在这里后，纷纷要为我举办商业大会时，我爸打来了电话：“死丫头，你疯了吗？告自己家，你就不怕遭雷劈呀？”我冷笑：“杨岳先生，第一，我们已经断绝父女关系，所以我没有被天打雷劈。第二，我看着董事递来的拆迁范围图，我将图上老家的村子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叉号。第二，那些东西不属于你们，我不想给了，也是天经地义。”杨开瑞，我打断了我爸的吼声。第三，你应该庆幸法律上对父母2字的优待吧。我只能拿回杨开泰他们的东西。死丫头，告诉我你在哪？看我今天不过来当场打死你！我爸刚说完，后面传来了我嫂子的声音：“先把她嫁给王瘸子啊，钱都收了。”听到这句话后，我便懒得说话，直接将电话挂断。李董事走了过来，恭敬道：“董事长，大会要开启了，大家都想请您给个面子，参加一下。您30岁年纪就登顶世界首富，不仅是为国争光，更是我们海市永远的骄傲。老一辈的人崇拜您，年轻人也都视您为偶像。现在各大媒体都来了，想采访您。”这一刻，我恍然反应过来，原来我已经成长到足够仰望，完全不必去做那个要去试探他人态度而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好，那麻烦李董了。一省首富李新成亲自为我驾车，我看在外面熟悉却陌生的风景，很快就到了市中心酒店为我一人而举办的大会现场。下车之后，人山人海，无数人在警戒线外等着，还有无数的媒体站在前头照相、摄影，咔咔咔声止不住地响着。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嫂子竟举着话筒向我举来，然后目瞪口呆：“杨开瑞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看着他手里的话筒，
我想了起来，嫂子的工作是电视台的主持人。我看着她瞠目结舌的模样，难道她在采访人前就没有好好的看一下被采访人的资料吗？李董不知道我们的关系，直接皱眉，正要开口训斥，可嫂子已经骂了起来。她指着我，满是厌恶，大声喊道：“杨开瑞，你怎么敢混进这里的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还是想装大尾巴狼来骗钱吧？他看向身后密密麻麻的媒体，一把将我拽过。面对无数的直播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人就是个骗子，不仅破产跑路，还恬不知耻地想霸占我们家100万的奖金。这一刻，我被全国直播，所有人都能看到嫂子尖嘴猴腮，我扬起的苦笑，以及那些忽然停下脚步，本要与我握手攀谈的富商豪贵。这些人里或多或少都见过我，也认识我。当即就有人呵斥道：“你哪个电视台的，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”李董也是脸色极为不好，但第一反应还是跟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杨。”但话音未落，就被嫂子打断了：“李老板，你干嘛跟他这么客气？他就是一破落户，干嘛要跟他道歉？”嫂子不可置信，看向我的目光里，恨不得要吃了我一样。但是比他更生气的还是李董。你怎么知道他是破落户的？这几个字是李董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满满当当的愤怒。可是嫂子听不懂，他好像是开启了什么开关一样，当下就指着我，看着全国直播喊道：“他叫杨开瑞，我的小姑子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一个天天喊着做生意，结果不仅破产了，还欠下了一屁股债，连累家里。他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消息，知道我家中了100万，就跑了回来，痴心妄想的想要霸占。杨开瑞，我命令你马上回去跟王瘸子结婚。结婚那天，我说不定还给你包个50、100的，可怜可怜你。”嫂子一席话下来，态度更加的趾高气扬。我笑着看他，余光处，我看到了李董已经攥紧了拳，脸色也是变得铁青。好，李董气得连点头。嫂子大概是以为这些人都信了，结果刚昂起了头，那声冷哼才出来一半，便见李董一个耳光狠狠地打在了嫂子脸上。你知道个屁，他是谁？世界首富，国家之光。他要是破烂户，我们连捡垃圾都不配。嫂子的笑容凝滞住了，她看着我，喃喃自语：“怎么会？不可能，肯定弄错了。这种场合，我不想和他在这里多言，毕竟这么多媒体和无数人看着。我今天过来是给人打鸡血来励志的，又不是来演上一出烂俗套的狗血短剧的。”我看向李董和其他人：“我们进去吧，毕竟为了这么一个人，浪费了大家的宝贵时间。”不好，媒体的镜头依旧对着我。我笑道：“如果大家关心，改天可以和我集团的公关部约一下，倒是可以展开聊聊。”这么说，倒不是我小心眼，是因为我知道我爸妈和嫂子等人绝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。果然，嫂子冲了上来，一把拽住我：“杨开瑞，你这么有钱，就应该分我们一半，然后赶紧给小宝安排出国，弄最好的贵族学校。还有，这次我没有等他说完话，直接一把甩开了他，走进了酒店。至于他会怎么样，我相信更多的好戏会等着我上演的。”果然，商业大会后，我就在某博的热搜第1上看到了自己。我的女儿，世界首富，她不忠不孝，忘恩负义，丧尽天良，是个十足的畜生。某博是半小时发的，然后立刻爆的，转发量高达上亿，直接和第2名的热搜拉开了近10倍的差距，也是着实苦了该公司的服务器和今晚注定要加班的工作人员了。
我看着这第一的热搜，不由笑了。我爸这人根本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更别提会用电脑发这些了。这一看就知道是出自了我嫂子的手笔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我还是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。帖子是用我爸的口吻说的，上面说我是不孝女，他和我妈从小到大把我养大，含辛茹苦不说，我和我哥一起要上大学，家里没钱，是我哥牺牲了自己，才让我有学上。后来创业，家里更是掏光积蓄支持我，连累家里3天饿9顿。过冬时，他和我妈连棉被都没钱买，全靠我哥和嫂子一天兼职6份工作，才让两老活了下来。而且兼职的6份工作里，还要拿出大部分支持我赚钱。现在我不仅有钱了，还是世界首富了，他们也没有图我孝敬，我也从来没有给过他们孝敬。但是我居然忘恩负义到这个地步，为了不孝敬，竟然谎称破产，还找了一群债主上门催债。他们为了我好，不让我饿死，还好心为我寻了门亲事。结果我非但不感恩，明明自己这么有钱，还想把家里中仅有的财产给霸占。最后我爸骂道：不孝女，爸妈从来没有图你钱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你爸妈？如果没有你哥哥嫂子，你知道我们因为你都饿死多少回了吗？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向你哥哥嫂子道歉，补偿他们这些年的辛苦。我看得发笑，不愧是做记者的嫂子，这小作文写的情绪真是拉扯到了极致，怪不得可以成为当日的热搜榜第一。看完嫂子的，我又看向了评论，帖子爆了，评论更是清一色的：井号资本家果然都是万恶的。井号之前不明白这样的人是怎么起家的，原来是吸食父母的骨髓呀。井号要是以后我生这样的女儿，一开始还不如把她按死在粪桶里的好。井号还钱，强烈要求首富还钱，不然以后全方面抵制你家的产品。井号垃圾，去死！井号网友们都在骂我，显然都相信了嫂子借我爸之口给我立的人设。下面还有一群网友特意弄了一个话题，求哥哥嫂子的联系方式，我们捐款。井号神仙哥嫂，孝心感天动地，那资本家是畜生，我们不是。井号不能让好人寒心。井号帖子的最后，一个好心人将我嫂子的银行账号、姓名、开户型地址全部放了上去，然后下面是清一色的谢谢好人。助理有些生气，问我老板要不要我联系一下，把这些都删掉，然后我们出份解释声明。我继续看着那些骂得越来越狠的评论，当下便是摇头拒绝。别呀，这多有趣啊！对呀，删了干嘛？风浪越大，鱼越贵，不让他们闹腾到极致，后面又怎么又能一下子暗下去呢？一场针对我的网上批判声势浩大，凡是跟我有关的集团，这几天在股市接连跌停，旗下的公司纷纷给我打电话，要为我出头，就连某微的大老板也是低声下气的过来道歉，说要删了那些关于我的作文。对于这些，我都拒绝了。明明是风光无限的世界首富，却因为家庭之事被骂成了过街的老鼠，简直讽刺至极。也在这个时候，嫂子开始了直播，一边讲述我的事迹，将我形容的十恶不赦，一边开启了直播带货。仅3天，在线人数就达到了10万加，嫂子立刻是赚得盆满钵满。我爸更是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提出了3点要求，言语里说不出的趾高气扬。第一，把我的所有财产转移给小宝，也就是我的小侄子。第二，跟我嫂子磕头道歉，并且向全网直播。第三，回家立刻跟王瘸子结婚。听完这3个要求，
我直接问我爸，就算是老年痴呆犯了，也不该来找我。毕竟在那天晚上，我们已经断绝了父女关系，而且他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？饶是我身份公布了，他还想我嫁给那个王瘸子。如果不是我见过那王瘸子的样子，以我30年看耽美的经验，说不定还能编出几个本子出来。挂完电话后，某博又出现了一个帖子，这次是以王瘸子的口吻讲述了我从小如何喜欢他、爱慕他，后来大学期间用身体去讨好他，让他拿出了所有积蓄供我挥霍。后来创业更是用无数理由让他给我转钱，而他为了给我赚钱，一天打10几份工，平均睡眠不足2小时。最后他为我摔断了一条腿，而我成功以后还拉黑了他。这一下网上又出现了一堆骂我的评论，井号下头女井号，井号靠谱发家，井号去死，井号加10万。当然里面也有几个账号在转发帖子，在打脸王瘸子。我翻了翻，一眼便认出了他们，是我大学的室友。据我所知，杨开瑞大学期间勤工俭学，多次拿到了国家奖励，更何况他那时候就被称为北大校花，就算需要钱，也不需要找你一个糟老头子吧。我是杨开瑞的同学，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，大学期间全靠他资助，我才能安心完成学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一天学业之余，一天打3份工，还把工资拿出来帮助我们贫困生。糟老头子，也不瞧瞧你说的什么话。他爱慕你，是爱慕你3天不洗澡，身上全是味道。看完这些，我很感动，可惜他们的寥寥几句很快被淹没在了几10万的评论之中。最终我转发了这个帖子，并且还评论了一句：辛苦嫂子了。我刚转发完毕，下面就涌现了一大批的评论，不过我没有去看，因为我的助理走了进来，他告诉我，嫂子明天要开新闻发布会，不仅我的全家都会出席，就连王瘸子也会去，要一起公开声讨我。老板，你让我准备的，我已经都准备好了。我站了起来，走到窗户前。暴风雨到了最后，我也该让大家欣赏之后彩虹了。还是那天商业大会的酒店，依旧人山人海。等我到的时候，我爸妈正抱着小侄子哭，抱怨着我这个女儿如何的不公。只有我哥呆呆地坐在一边，闷声不语。看到我出现，我哥站了起来，嘴唇动了动，喊出了：瑞，你这个不孝女，还有脸过来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妈冲了过来，抬手要打我一耳光的架势，保镖上前将她拦住。我爸大喊道：老子的婆娘教训自己的种，就算打死也是天经地义，你们给我让开！嫂子拿着话筒手舞足蹈，你们没听到吗？他生是我老杨家的人，死也是我老杨家的鬼，还不赶紧滚开！大概是觉得话说得不够有底气，他又补充道：我现在可是全网1000万粉的大 V， 你们敢助纣为虐，我就把你们也发网上，把你们祖宗18代的坟扒的连底裤都不剩。小侄子在我爸怀里喊着：钱都是我的，给钱给钱！无数记者拍照，吃瓜群众纷纷操作起了手机，大概是把这一幕发到了朋友圈。保镖皱眉，对着我嫂子等人喊道：都给我闭嘴！嫂子叉着腰，拿起手机，嚣张无比。好啊，来，家人们，看见了吧？这就是资本家的狗，就会咬人。最终还是我的助理一步向上。我是北大法学院的，谁想试试我法院学的手段，辨别是非黑白？我法院学还没有错过。嫂子闭嘴了。看来北大法院学这名头比我这首付好用多了。等这事结束后，改天我也去进修一下。没有等嫂子再说话，
我推开保镖，走了上去。听说你们要公开声讨我。嫂子一听，再次来了气势，立刻昂头。不错，就是让天下人知道你这个畜生的真面目。王瘸子也跳了出来，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，快还我彩礼钱！不，你要赔我10个亿！这一刻，就算是傻子也察觉出了不对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嫂子。嫂子还想说话，我却已经先一步走到了直播镜头前。这些日子，你们说我吸食父母骨髓，让我哥没学上，还你们一天打6份工供养我。我反过头来1分钱都不给你们用，你们还说我拒绝你们的好意，不去嫁人。嫂子大喊：对，难道我们说的有错吗？我看向我哥，确定是这样吗？我哥沉默了一下，小声说：瑞瑞，要不你就承认了吧。他看向直播，声音更小，都是一家人，小宝以后还要上学呢。听到这话，我终于完全对这个家彻底死心。事已至此，我亦不再多说，毕竟我已经给了最后一次机会。木木，把东西给我吧。助理将他手中的公文包递给了我，我从里面拿出了一沓文件，并将它们展示在了全网直播前。整整在线观看人数高达23亿。如果我是这样的人，那这些又是什么？井号世界首富被亲生父母在线实锤。井号嫂子的这次发布会，不仅直接炸起了国内的民众，就连国外都被彻彻底底的影响到了。而这也是我等的机会。我将我初中就开始打工赚学费的各种证明，到我大学勤工俭学，再到后来买别墅倒给家里人，以及各种买首饰物品，大到几十万的大物件，小到嫂子连卫生巾都要买的聊天记录、购买记录，全部展示在了直播前。嫂子脸色一下子就青了，她喊着：都是伪造，以我世界首富的能力，伪造这些还不容易吗？我又拍了拍手，几辆车开过，从上面下来了一个个年龄不一，却都有同一个特质的人：张老板、王老板、钱婶、孙老师。我爸确实没有老年痴呆，将这一个个我打工时期、上学时期对我有所帮助，又见证我一步步走来的人全部认出。嫂子慌了，问他们来干嘛？直到这些人一一站出，述说我的曾经，甚至一些人还拿出了我打工时期的照片，甚至视频。嫂子依旧大喊：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你们都被他收卖了。那这个呢？我将手机音量调到了最高，放在了话筒前。这是视频。我看向嫂子，没有想到吧？录音里是我回家那天嫂子和我的对话。从我进门那刻开始，嫂子要不让我住，我说别墅是我买的，嫂子撒泼。再到我哥房门前，我爸逼我嫁给王瘸子，说收下了彩礼，不嫁也得嫁，一字一句，在话筒和摄像机的加持下，清澈无比，公开处刑在了23亿人面前，一时间引起了哗然。不过这次嫂子还没有说话，有人就质疑视频的真实性，说我就是明显录下了这些对话，是安了什么居心。我看了看，是外国媒体，看媒体标志还是老熟人，就是那个经常用滤镜并且断章取义抹黑我们国家的那个媒体。我回复他，因为那天我回来准备了劳斯莱斯和一套价值20多亿的别墅，想给我爸他们一个惊喜，就准备好了针孔拍摄，好拍摄他们开心的画面，留作纪念。我苦笑，没想到惊喜没有成，倒是留下了这些。嫂子踉踉跄跄的后退，显然不知道再怎么反驳我。至于我爸妈和我哥，听到我原本给他们准备了礼物时，瞬间面色复杂。我爸更是瘫坐在了地上，双目无神，不知道喃喃自语着些什么。这一幕下，再也没有人说什么，
就连那个想抹黑我的国外媒体人也愣愣地站在了原地。我拿过话筒，看向所有人，也看向了全球的媒体。之前我真的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家会变成这样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个家在骨子里就根本没有好过。它的本质很简单，就因为我是个女儿，我不能给他们传宗接代。之前对我的温情，只是把我当成了商品，奇货可居。所以当我这个商品开玩笑说自己再无价值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还是暴露了出来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在问自己，如果是真正的家人，当你开我这句玩笑的时候，会变成什么样？会急匆匆地收着值钱的物品，然后将你嫁给一个吃喝嫖赌的人，来榨取你最后的价值吗？我看向全网，眼泪流了出来，但我依旧笑着说，不会，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家人。不，你有真正的家人。媒体前传出了一道道的声音。这一天，我哭了。屏幕之前，无数人也在痛哭，因为我的曾经的同学们来了，还有一张张我根本不熟悉，但上面的校徽却无比熟悉的脸孔。我是开瑞80小学的，俺是68的，我们是326的。校徽上是我一个个资助建造的学校，也是我曾经的同学放弃了体面的工作，一个个去支教的学校。而这些孩子是这些学校的人，这不是我安排的。他们说是他们自愿赶来的，只是没想到我提前一步上台了。闺女，我们也来了。当这些孩子站出来后，一个个老人、残疾、中老年也走了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看向了我爸和我哥。曾经何时，他们教过我要善待他人，有钱了要回报社会。或许当时他们没有真心说这些话，现在他们也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可最终，我还是将他们之前的话牢牢记住，知行合一。我爸看向了我，脸色依旧很轻，而我哥那是那般的沉默不语。我看向手机直播画面，无数人都在向我道歉，跟我说对不起，密密麻麻，瞬间占据了整个屏幕。不过事情也没有这样的告一段落。很快，警察也来了，将我嫂子等人都抓了起来，罪名很多，涉嫌造谣、诽谤，引起社会上极为不好的舆论。甚至就连我嫂子这些天的直播带货，她为了赚钱，不惜代言了所谓的绿色产品，实际全是科技满满。最后不少人投诉以后，她依旧我行我素，选择了拉黑。最终有几人被吃进了医院。不过最让我惊讶的，我嫂子居然还犯了间谍罪。警察还抓起了一批国外媒体，他们说这些是国外组织派来，刻意联合我嫂子进行对我抹黑，试图窃取我集团的高级人工智能技术卖给外国。这倒是让我没有想到，嫂子这辈子还能和这种罪名挂上。我没有再理我嫂子，而是看向了我爸妈。只是还没有等我说话，我妈就喊了起来，不孝女，快跟警察说对你嫂子不计较了，小宝不能没有妈妈，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啊！最后的关心我也不想有了。我看向王瘸子，结果还没有等我说话，王瘸子就跪下，疯狂地磕起了头，求我放过我。现场无数人说我不能放过，一定要把他送进去。可是这样的人，他的结局又何必我来关心呢？因为我爸冲了上去，死死地掐住了他。都是你，不是你给的那5000块钱，让我把女儿卖给你，我家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5000块钱，呵呵。我离开了这场啼笑皆非的发布会。几个月后，我出席了一场家庭关系的研讨会。有人问我，会怪我爸妈或恨我爸妈吗？我说怪，但是不恨。我只怪他们给过我阳光，却最后没有坚持。又有人问我，会对家庭关系失去信心吗？我说不会，
因为我只是极个别的，而大部分人依旧有一个幸福的家。我羡慕并且祝福。最后，当我出了研讨会后，我看见了我哥，他抱着小侄子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走开。我没有追上去，也没有表示什么。一瞬间，我心里最后的怪也好像一下子消失了。我回头看向远处，这辈子，我想，我还能有很多的追求和挑战，不一定只能靠亲情和爱情才能坚持。向前看，前面依旧彩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